魏无羡如愿以偿地抱着他的大鲤鱼浮出水面，呼哇地长出了一口气，把不断挣动的鱼尾巴死死抱牢了，确定不会重蹈上回的覆辙，这才抬头向蓝忘机炫耀：“蓝湛，你快看，我可算抓到这家伙了！”蓝忘机已经站在魏无羡带来的小船上，低低地嗯了一声以作回答。魏无羡歪了歪头，敏锐地察觉出蓝忘机的神情似乎有些不对，问道：“你怎么了？”蓝忘机轻咳一声，平平道：“无事。”魏无羡仍不放心地将他从头到尾打量了一番，发现他的脸似乎被烈日晒得有些红，正要询问，蓝忘机又问他：“你要怎么办？”“什么？”蓝忘机指指他的手：“鱼。”“哦，这个。”魏无羡一手提着鱼尾巴，耀武扬威地甩了甩，道：“这家伙害我找了2天多，当然是带回去做成全鱼宴犒劳一下自己了。”蓝忘机眉间抽了抽，没说话。“我原本是这样想的啦。”魏无羡继续道。蓝忘机：“什么？”魏无羡嘿嘿一笑：“多亏了他，这2天过得一点不也无聊。我现在觉得还是把他放了好，再多给我生些子子孙孙，最好每条都这么厉害，那我就有的玩了。”哈哈哈哈哈哈！虽然理由有些无法接受，蓝忘机还是对他的做法点了点头。魏无羡双手托起那条鱼，高高举过头顶，嘿了一声，朝着远处的水面使劲一抛，那尾鱼又扑通一声落回水中，尾巴甩了甩，潜入水底不见了。魏无羡笑道：“不要辜负我的期望啊！”还夸张地冲那个方向摆了摆手。湿漉漉的头发粘在面颊边，被他的动作晃得坠下几滴水珠，晶莹剔透的沿着脸颊的弧线流淌而下。魏无羡甩甩头，把挡了视线的头发别到耳后，回头却见蓝忘机仍盯着他，面色似乎比刚才更差了。他心里咯噔一下，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，在太阳底下站了这么久，蓝湛该不会是有点中暑？魏无羡的脑袋飞速运转，越想越觉得搞不好真是这样。姑苏的太阳兴许没这么毒，他在水里泡着凉快感觉不出，但一直站着的蓝忘机就不一定了。碍于脸面，还不好意思跟他提，就只能一直忍着。这样想着，魏无羡眼珠一转，计上心头。他原本是朝小船游去的，忽然毫无征兆的浑身一个抽搐，捂住一条腿，神情痛苦的啊的叫了一声，身子也在同时往旁边歪去，似乎就要沉入水中。蓝忘机眼睛猛地睁大了，以为他在水里待久了抽筋了，根本不疑有他，一起避沉就要前去营救。他几乎是转眼就到了魏无羡身边，着急地蹲下身子，看着他赤裸的上身，短暂地迟疑了一瞬，下定决心一般伸手抓住了他不断挣扎的一只胳膊，就要把人往上提。谁知这时抽筋的魏无羡却忽然反手抓住了他的手，抬起的那张脸上满是得逞的笑意，从眼角蔓延到眉梢，哪还有半点痛苦的神色。只听他笑着喊道：“蓝湛！”情况变得太快，蓝忘机怔怔的还没回过神，随即只觉手上一道大力袭来，身子不受控制的向前倾倒，扑通，水面上溅起一朵大大的水花。蓝湛，蓝湛，蓝湛，我错了，我道歉，你看我一眼呗。忽觉头顶似乎有一道目光杀来，魏无羡赶紧抬起头，偷偷瞄了于子渊一眼，确定他没在瞪着自己，这才又往蓝忘机身边挪了挪，用筷子敲了敲他面前那张石案，小声道：“蓝湛，我真的错了，你别不理我呀。”蓝忘机目不转睛地盯着面前食盒，动作优雅地夹了一筷子菜肴送入口中，细嚼慢咽，并不理他。魏无羡急了，恨不得把整个人都贴上去，其实他已经离得相当近了。江家用餐时虽不太讲究什么主客分别，蓝曦臣同蓝忘机的食案还是隔得有段距离的。也不知魏无羡是怎么一点一点挪过去的，此时都快碰着对方胳膊肘了。魏无羡眼珠转了转，把自己案上一碟甜糕端了起来，咽了咽口水，送到了蓝忘机眼前，语气12分舍不得地道：“师姐做的点心最好吃了，你们姑苏人爱吃甜的吧？我的这个给你。”蓝忘机终于看了过来，淡淡道：“多谢。”将小碟放在一边，似乎也没有动筷子的意思。魏无羡还准备再说什么，坐在一边的于夫人终于看不下去了，她暗骂道：“魏无羡，
你到底会不会好好吃饭？魏无羡浑身一个机灵，只得悻悻缩回了头。江丰眠在一边打圆场，少年人关系好，是好事，好事。闻言，蓝曦臣微微一笑，蓝忘机则不予置评，身板似乎坐得更端正了些，继续慢条斯理的夹菜。其实事情发展成这样，魏无羡也知道他这完全是咎由自取，可谁叫那蓝忘机的反应这么好玩，让他就是忍不住想要撩上一撩呢？话说下午，他使了个心眼，将蓝忘机拉进水里。开始时到底也是存了3分好意，担心人被太阳毒坏了。但看到蓝忘机跌入水中后，再端不住平静神色，隐隐显出一丝慌乱来，心里那点想法顿时被抛到了九霄云外，全剩下些作恶的念头了。